这个眼睛像哈士奇的美女正在被主管 PUA， 只因她在一场手术上抢走了主管的风头。面对主管喋喋不休的羞辱，愤怒的罗恩眼前乍现一道灵光，他竟然看到了主管的大脑，在他的意念控制下，大脑的血管竟然裂了一道口子。当罗恩回过神时，主管已经因脑溢血昏死过去。这个表情麻木、面容枯槁的女人，一出生便被恶魔选中，因此失去了整整30年的青春。新来的医生本以为病历那么厚的患者应该是个老年人，可女人才47岁而已。保姆催促她打完镇定剂后赶紧走人，但医生却坚持查看女人的病历，发现她17岁时患有妄想症，而且自杀未遂。此后的30年，每日都被注射镇定剂，变成了活死人。医生不敢置信，再次看向窗外的女人，却发现有一男子正在与她耳语。医生快步走了出来，男子已不知所踪，而死气沉沉的女人竟是动了，摩挲着胸前的吊坠。但离奇的是，保姆却称并没有看到其他男人。这一切还要从女人的17岁说起。迪尔从小就能看到一个男人，身边的人虽然看不到，但却谈之色变。除了学校和忏悔室，不允许他去别的地方。迪尔也学聪明了，在向神父忏悔时，谎称已经看不到那个男人，但他却偷偷用王母留给他的项链刻下了男人的名字拉舍。当他离开教堂时，玫瑰花瓣从天空飘落，这是那个男人送给他的礼物。I was just talking about you to Father Duffy. Don't believe a word he says about me. 抚养迪尔长大的姑妈坚信，纠缠迪尔的男人是恶魔的化身。她一再警告侄女不要听信恶魔的怂恿，但对迪尔而言，拉舍的陪伴远比姑妈还要长久，倾听自己的喜怒哀乐。拉舍知道少女已经情窦初开，是时候开花结果了，于是怂恿她偷溜出去参加他舅舅的假面派对。他人还未止，舅舅就好像得到了风声，从3名俊男中选出最帅的小伙，称要给他一份美差。不多时，迪尔开车便来到了舅舅的舞会。说到车，我朋友最近去买车，幸好被我拦下来了。他买车前居然都没去懂车帝查过底价，他看上的车报价20万，累死累活砍了几千块钱就准备交钱了。我去懂车帝一查能便宜好几万呢。所以说你们买车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底价。另外在懂车帝你还能看到不同车主的用车心得、汽车研究，买车选车玩车都特别实用，快点左下角试试吧。迪尔便来到了舅舅的假面舞会，舅舅用最好的美酒招待他，并抱怨自己的姐妹把漂亮的侄女养在深闺大院里。在舅舅的撮合下，迪尔和帅小伙一见钟情，二人在舞池里共舞，很快便发生了关系。在酒精的刺激下，迪尔恍惚间看到戴着猫脸面具的情郎，好似变成了恶魔。次日清晨，迪尔醒来后发现情郎变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，同时姑妈也找了过来。这2件事串联在一起，答案显而易见，一定是刻薄的姑妈杀了情郎。但迪尔敢怒不敢言，从这一天起，他想要逃离姑妈身边，奈何自己一夜之间大了肚子，简直匪夷所思。姑妈多次请神父前来开导迪尔，劝他打掉腹中的孩子，他们都认为这是那个恶魔的种。恼羞成怒的迪尔赶走了神父，当晚绝望的他准备跳楼轻生，没想到却被一股力量弹了回去。消失的拉舍终于出现了，为了说服迪尔不再自寻短见，拉舍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是世代守护他们家族的恶魔。迪尔胸前的项链就是契约，如今时机已到，他要迪尔摘下项链，在见识过他的真面目后，再考虑要不要签订契约。Will you take me, Deirdre? Will you take me to be yours forever? 当迪尔戴上项链的那刻起，她就是拉舍的女巫了。不料此时羊水破了，迪尔成功生下了一名女婴，却被姑妈急匆匆地抱走了。女婴被姑妈交给了远亲抚养，并叮嘱她改名换姓，从此脱离梅菲尔家族。姑妈则对迪尔谎称孩子夭折了，悲痛欲绝的迪尔一蹶不振。此后的30年，被软禁在梅菲尔家族的老宅里，每日都被注射镇定剂，拉舍也一同被封印了。新来的医生支开保姆后，把她的项链摘了下来，顿时吹起一阵清风。被一同囚禁在此的拉舍，终于获得了自由。医生假模假样的开药，但却偷偷告诉迪尔，为了帮身患癌症的养母争取最先进的医疗条件，罗恩找上了一家研究干细胞的公司，想把母亲安插进试验名单里。没想到总裁不但当着他的面撒尿，而且还要求罗恩在名单上随便划掉一个患者的名字，替换成他的母亲。罗恩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，这无疑是要他害人性命。My mother saw me pick a name. She would drop dead on the spot way before the cancer could kill her. 总裁看不惯罗恩的自视清高、出言讥讽，而罗恩早就受够了他的粗鲁和漠视生命的态度。在他滔滔不绝的反击时，再次触发了特异功能，总裁的大脑动脉破裂，横死当场。罗恩被吓傻了，他没有夺走名单上任何一名患者的活路，却害死了实验的负责人。他急忙把遭遇告诉了养母，养母却称他科幻剧看多了，这只是巧合。罗恩半信半疑的离开后，养母掏出一张名片，打给了一个神秘的组织，希望他们能派人调查女儿体内的魔法躁动的原因。异能组织便派出黑哥格里夫来到梅菲尔女巫家族的老宅。黑哥脱下手套触摸栅栏，顿时撕裂空间，看到了蠢蠢欲动的恶魔拉舍。原来罗恩的生母在与恶魔签订契约后生下了罗恩，罗恩因此继承了恶魔的法力。这30年里，生母连同恶魔被梅菲尔家族一直囚禁在老宅里。黑哥告诉罗恩的养母，恶魔还被封印在此，
不会影响到2000公里之外的罗恩。但养母自知大限将至，所以恳求黑哥能保护罗恩的安全。当晚养母就撒手人寰了，至死也没有坦白罗恩的身世。养母死后，罗恩开始调查自己的身世，解开超能力的秘密。然而领养机构里关于他的记录一片空白。每当深夜时，半睡半醒的罗恩总能梦到一个昏暗的空间，那个最近时隐时现的男人正在怂恿一个老妇人逃离封印，而且两人还谈论着自己。偏偏他看不清那老妇人的脸，其实这是恶魔拉舍的黑暗领域。老妇人正是罗恩的亲生母亲，她被家族囚禁了整整30年，恶魔也因此被封印了30年。如今她在恶魔的口中得知自己的女儿一直还活着。做了30年活死人的老妇人流下了一行热泪。罗恩为了能尽快上岗，被上司要求去心理医生那里鉴定。异能组织派出的黑哥趁机潜入了罗恩的游艇，他的特异功能是通过触摸物品窥探回忆。黑哥发现罗恩已经误杀了2人，他的能力正在失控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心理医生提及罗恩制造的那2起意外死亡，导致罗恩心里慌的一批。心理医生正欲追问时，突然感到头痛欲裂，随即开始流鼻血。罗恩知道自己又触发了超能力，他匆忙离开，医生这才保住了一条小命。在看到自己的车子落满鸟屎后，罗恩愤怒地看向树上的乌鸦，乌鸦们受惊逃窜，然而飞得最慢的3只还是没能逃过罗恩的死亡视线。这一切都被尾随他的黑哥给拍了下来。罗恩来到海边，厚葬了3只乌鸦。他本性善良，奈何得到了堪比死神的能力。就在他迷茫无助之际，恍惚间听到了养母的呼唤，四周的环境也大变样。身着礼服的他来到了一栋开满鲜花的老宅前，这是恶魔拉舍对他的指引，想让他们母女重聚。当罗恩醒来后，已是傍晚，一群青年正在海滩上狂欢。心有余悸的罗恩不敢再接触任何人。此时黑哥站了出来，他自称能帮罗恩解开所有谜团，控制他可怕的能力。You don't know what I'm capable of. I know more about you than you think. Please wait. 当黑哥触碰罗恩的手时，心脏竟然骤停了。罗恩立即给他实施急救，并喊来了救护车。但半信半疑的他偷走了黑哥的手机，并在相册里发现了他在梦中看到的那栋老宅，以及养母年轻时的照片。罗恩猜测，照片中的另一位女子可能就是他的生母。看来黑哥真的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于是罗恩急忙追上了救护车，却发现黑哥已经在半路下车了。照片中唯一的线索就是拍摄于新奥尔良。罗恩立即踏上了寻亲之旅。然而在飞机上，他突然感到欲火焚身，情不自禁地呻吟起来。原来恶魔为了蛊惑罗恩的母亲逃出老宅，两人打起了扑克，母子连心感同身受，共浴爱河。编剧没个10年的脑积水，根本写不出这么离谱的剧情。为了寻找亲生父母，他来到了女巫的大本营新奥尔良，手里唯一的线索就是一张老宅子的照片。本地的导游告诉他，那栋建筑是梅菲尔家族的老宅，传闻里面住着女巫。罗恩顿时抓到了线索，他能通过眼神杀人的能力，或许便是来自家族传承的魔法。导游却笑着称，女巫、吸血鬼和狼人只不过是为了振兴本地旅游业而编造的故事。罗恩给导游塞了一张小费，2人约在下午去游览那栋老宅。与此同时，被囚禁了30年的女巫迪尔，在恶魔拉舍的蛊惑下，终于打算逃出祖宅。姑妈外出前对保姆千叮咛万嘱咐，看紧迪尔，但保姆早已对这个被囚禁了30年的可怜女子动了恻隐之心，最后任由她离开了老宅。迪尔第一时间找上了以前最宠溺他的舅舅克兰特，在这里他可以放心的开坛做法，寻找女儿的踪迹。迪尔一边吟诵咒语，一边摩挲着胸前的项链，项链是承载恶魔的容器。当迪尔双眼翻白后，恶魔在一家酒店里凭空显现，他的双眼同样蒙上了一层灰白。迪尔控制着恶魔，在房间里一番探索，最终来到了浴室，而浴池里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。迪尔急忙喝止了恶魔，他不希望吓着女儿。通过客房钥匙上的徽章，他锁定了女儿下榻的酒店，竟是梅菲尔家族的产业。迪尔立即收了神通，前去与女儿相认。偏偏姑妈就在酒店的大堂里用餐，在看到偷跑出来的侄女后，姑妈态度强硬，命令她回家。起初迪尔还畏惧姑妈几分，但如今他已经清醒，恶魔更是与自己同行，岂会再受姑妈的愚弄？受拉舍的力量影响，壁画仿佛活过来一般，原本翠绿的树叶也开始枯萎。迪尔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走进了电梯。与此同时，罗恩也整装待发，来到了电梯前，打算前往梅菲尔老宅碰碰运气。当电梯缓缓打开的那一刻，失散30年的母女2人终于相见了。罗恩短暂的震惊后，笑容一点一点的绽放，母亲却表情木讷，眼神涣散。她的脖颈突然裂开了一条血线，身体骤然倒地。这一幕看得罗恩目瞪口呆，眼眶不知不觉的湿润了。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，手足无措地扶着母亲摇摇欲坠的脑袋。然而迪尔早已失去了生机，没想到才与生母相见便是永别。面对自称是他姑姥姥的老妇人的邀请，罗恩没有答应，他更相信异能组织派来保护他的黑哥。黑哥把罗恩带到了安全屋，并解释了他的身世。罗恩是梅菲尔家族的弃婴，母亲与恶魔签订契约之后生下了他。如今罗恩的母亲已死，恶魔一定会找上他。为了防止恶魔接近罗恩，异能组织派人在安全屋4周布下了结界。另一边，老妇人虽然没有带回罗恩，但却拿到了承载恶魔的项链。她与老姐妹商量过后，一致认为应该找个替死鬼与恶魔绑定。于是她把项链赏给了伺候了她几10年的女佣。女佣小心翼翼地戴上后，对东家感恩戴德。老妇人把她骗进了地下室，任其自生自灭。项链中的恶魔暴怒，只有梅菲尔一族的女巫才配与她绑定。女佣在恶魔的操控下，用头不停地撞击墙壁，她血肉模糊的脸整张凹了进去。He doesn't like her wearing it.
恶魔折磨女佣的同时，还灵魂出窍找上了罗恩的叔祖父克兰特。克兰特诚惶诚恐，他知道恶魔对自己侄女的死非常愤怒，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与家族的第13位女巫罗恩签订契约。恶魔则恼怒道：“罗恩与其他人不一样，他的内心对我是封闭的。”黑哥安顿好罗恩后，便前往案发现场调查罗恩母亲死亡的真相。他的特异功能是触摸物体窥探回忆。当他脱下厚厚的手套，触摸电梯的墙壁时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这让黑哥十分费解。于是他又来到了停尸间，触摸罗恩母亲的尸体。女人的一生就像走马灯一样，在黑哥的眼前展现，包括姑妈强行夺走他的女儿，并囚禁了他整整30年。看到此处，黑哥悲从中来，眼眶不知不觉的湿润了。与此同时，闲来无事的罗恩偷偷溜了出去，打算领略一下新奥尔良的风土人情。殊不知这给了恶魔可乘之机。一支奇装异服载歌载舞的送葬队伍引起了罗恩的注意。回想起相继去世的养母和生母，罗恩看得愣愣出神。本地人对待死亡的态度确实很令人欣慰。此时恶魔幻化成老妇人的模样，上前搭讪，并热情地请他品尝本地的饮品。毫无戒心的罗恩竟然来者不拒，饮品中的迷药开始生效，飘飘欲仙的罗恩混进了送葬队伍，一起坟头蹦迪。恶魔的蛊惑配合迷药的作用，罗恩因此产生了幻觉。其实罗恩的母亲也曾被恶魔这般算计，然后签订了契约。如今恶魔如法炮制，只为打开罗恩对他紧闭的心门，趁虚而入。 You know you're special, don't you? 随即罗恩在街头醒了过来，他这才发现载歌载舞的送葬队伍是真，但之后遭遇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。外出查案的黑哥回到安全屋后，他第一时间摘下手套触摸墙壁，发现了恶魔拉舍留下的气息。正巧此时罗恩也赶了过来，得知罗恩的经历后，黑哥一语道破了玄机，拉舍能幻化成千人千面。所幸罗恩并没有被气蛊惑，为了提升罗恩自保的能力，黑哥貌似给他开展特训。记得上一次触碰，黑哥的心脏直接给干停了几十秒，但现在两人手贴手，竟然没有一丝异样。 黑哥目睹了罗恩的过去，罗恩也因自己能控制能力而喜极而泣。当晚，罗恩做了一个诡异的春梦，与他在床榻上厮杀之人，上半场是黑哥，下半场则变为拉舍。罗恩猛然惊醒，今日是母亲下葬的日子。罗恩在黑哥的陪同下来到了教堂，满座皆出自梅菲尔家族，非富即贵。罗恩这个陌生人的到来，顿时引起了众人的窃窃私语。这个家族弃婴当年竟然没有死。大长老卡洛塔满脸慈祥，热络地招呼罗恩上前与他母亲的遗体告别。就在此时，一股妖风推开了教堂的大门，无数红玫瑰花瓣飘落，这是恶魔拉舍的伎俩。卡洛塔一脸厌恶，把落在侄女身上的花瓣一片片捡走，即便是死后，他也不许恶魔玷污侄女。在罗恩参加下葬仪式之际，黑哥收到了异能组织的消息，凶手已经抓到了，只不过他在被抓时正准备轻生，举止疯癫，胡言乱语。黑哥摘下手套，准备从男人的脑海中窥探犯罪经过，没想到男人剧烈挣扎几次，脖子竟然诡异的断了。 黑哥急忙上前查看，只见恶魔拉舍缓缓地脱离凶手的身体，他算是帮爱人报了仇。原本是孤家寡人的罗恩，面对突然冒出来的七大姑八大姨，一时有些不适应。但在他们热情的介绍下，罗恩对梅菲尔家族有了大致的了解。梅菲尔家族有女性执掌，而这栋城堡历代的主人都是罗恩的祖先。罗恩通过观察祖先的画像，发现他们全都佩戴着同一条项链，而这串项链他曾在梦中见过。It belongs to you now too. Where is it? That's a really good question. 这场家族聚会因为卡洛塔和克兰特的争吵而提前结束。这对争斗了几十年的姐弟俩都把侄女的死推到对方身上，借此拉拢罗恩。罗恩接受了克兰特的明天，但也答应卡洛塔留下用餐。之后，罗恩在游览城堡时被一只蝴蝶吸引，蝴蝶所过之处，壁画仿佛活过来一般。他跟随指引来到了母亲的卧室，并在桌子上发现了那条家族传承的项链。罗恩本能地摘下卡洛塔送他的十字项链，并换上了这条钥匙项链。就在他陶醉之际，这一幕正巧被卡洛塔发现，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替死鬼女仆死后，这条项链就离奇的失踪了。没想到他竟主动找上了罗恩。 Dinner will be ready momentarily. 另一边，黑哥翻阅了梅菲尔家族的档案，发现每一任佩戴着钥匙项链的女巫都会被恶魔拉舍纠缠。他怀疑项链就是拉舍的容器。就在此时，罗恩发来了手持项链的照片，与档案中的一模一样。黑哥顿感不妙，立即前往。晚餐上，罗恩还在疑惑，为何只有他们爷孙二人。卡洛塔终于图穷匕现，他一边高声向上帝祈祷，净化被恶魔玷污的灵魂，一边用烛火点燃了壁纸。罗恩见状目瞪口呆，才认祖归宗就要害我性命，他当即冲向出口，不料房门紧锁。卡洛塔又将煤油灯扔向罗恩，拉舍却始终没有出手。他在等待一个契机，让罗恩对他敞开心扉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黑哥翻墙撬锁冲了进来，用肉身帮罗恩挡下了卡洛塔全力刺出的一刀。看着二人离去的身影，卡洛塔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此时他的身后传来讥讽。 He's already mine. 恶魔拉舍当即出手，把罗恩和她的男友黑哥困在了城堡里。失去记忆的两人进入了循环，每日重复着相同的事，寻欢作乐，乐不思蜀。黑哥腹部的刀伤反而成为了两人苏醒的突破口。他们开始寻找丢失的记忆。罗恩发现了一把染血的匕首，黑哥利用超能力从匕首的记忆中窥探到了两人被困的经过。他们必须立即逃出去。然而城堡被恶魔施展了束缚咒，门窗好像被焊死一般牢不可破。
就在罗恩抓狂之际，男友黑哥竟然端着咖啡，一脸疑惑地看着他。罗恩半信半疑地检查了黑哥的腹部，发现没有丝毫受伤的痕迹，仿佛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。殊不知，真正的黑哥正在1楼苟延残喘。突然，一西装男诡异地出现在他身前。黑哥认出了男人，负责保护第11任女巫的前辈，他已经失踪了几十年，为何看着如此年轻？前辈警告黑哥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，爱上被恶魔选中的女巫。What happened to you? Don't die in this house. 不等黑哥继续发问，前辈的身影就凭空消失了，好似鬼魂一般。黑哥也搞清楚了自己的境地，如果死在城堡里，就会永远成为这里的幽灵。与此同时，罗恩也识破了恶魔的伪装。黑哥因为超能力的缘故，平日里一直戴着手套。等罗恩找到真正的男友时，发现他已经奄奄一息。为了拯救黑哥，罗恩只能向恶魔祈求。黑哥想要制止，但身体却被无形的力量牵引，穿过墙壁，直接落在了100里以外的家中。罗恩见状，长舒了一口气。卧室里凭空出现一条长裙和精致的首饰。待罗恩换上后，恶魔拉舍终于肯真面目示人。他知道罗恩对他心存戒备，为了打开他紧闭的心扉，拉舍邀请罗恩共舞一曲，并进入他的脑海，帮他弥补童年的憾事。静谧的森林，萤火虫飞舞，那只罗恩幼年时未能救活的狐狸正在撒欢的奔跑。恶魔泡妞简直手到擒来。You healed it. We did. And you want this too. 外婆如提线木偶般浮在空中，只要罗恩点头，拉舍就能让这个老巫婆神魂俱灭。但罗恩不忍杀害外婆，即便他曾打算烧死自己，拉舍坚持不肯放过外婆。罗恩对他刚刚生出的一点点好感也彻底败光了。他愤怒地摘下首饰，打算寻找其他出路。另一边，异能组织派来了女巫为黑哥疗伤，他腹部的刀伤竟然蕴含恶魔的黑魔法，显然是拉舍想借刀杀人。女巫撒盐成圈，布下结界，她一手抚摸着黑哥的伤口，一手按住自己的腹部，伴随着吟诵咒语，黑哥的刀伤竟然转移到了女巫身上。女巫忍痛从体内拔出那把匕首后，黑哥顿时复原了。却说罗恩四处探索城堡，当他来到地下室时，发现了被外婆害死的女佣人。这残忍血腥的一幕耗光了罗恩对外婆仅剩的善意，但他依旧不想按照恶魔的方式来，而是打算把外婆送进监狱。 I want her down. 外婆坠地的同时恢复了意识，她看向罗恩，眼神惊恐无助。拉舍则失望地离开了。罗恩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然而城堡的禁制并没有解开，显然罗恩的选择并没有让拉舍满意。 I don't want to kill her. I don't want to kill anybody. I know. 外婆满脸慈祥，为加害罗恩的事道歉。虽然被恶魔控制，但罗恩的善良她是看在眼里的。为了报答外孙，外婆声称知道一条出路。罗恩半信半疑地跟着她上楼。当他们来到顶楼的阳台后，外婆终于图穷匕现。原来她口中的出路便是跳下去。罗恩终于看透了外婆丑陋的真面目。没有法力的她嫉妒被拉舍选中的女巫。第11任女巫被她从这个阳台上推了下去，而第12任女巫，也就是罗恩的母亲，被她整整囚禁了30年。但罗恩不会步他们的后尘。罗恩认祖归宗后，一直没有告诉家人们，他一出生便拥有意念杀人的超能力，被充满杀气的视线盯着。老巫婆只感觉心口绞痛，她的大动脉已经被爆破。看着外婆跌落楼底，罗恩的眼角流下了一滴泪。拉舍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身后，笑容朝梦。不管罗恩如何辩解，他都已经踏出了这一步。恶魔的目的达到了，此地的禁制也因此消失。罗恩带着那枚代表恶魔的项链离开了幽灵城堡，他的身体获得了自由，但精神与恶魔的联系越来越紧密。梅菲尔家族在新奥尔良称霸了300多年，每一代都会出现一个超级女巫，与恶魔拉舍签订契约，这就是梅菲尔家族的诅咒。而一切都要从400年前说起。医生苏珊娜是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，什么请求都是来者不拒。就比如一汉子的妻子怀胎10月，饥渴难耐的他时不时向苏珊娜求助。苏珊娜本着医者仁心的态度，不遗余力地帮他打飞机，全程没有一丝邪念，他简直是天使下凡。没多久，硬汉的妻子在苏珊娜的接生下成功诞下一子，然而婴儿的手掌却长了跛，就像鸭掌一般。硬汉神色巨变，质问苏珊娜这是怎么回事。苏珊娜急忙解释，这只是先天畸形，切开缝合后就没事了。愚昧无知的硬汉竟认为这是巫术所致，扬言要把妻儿赶出家门。次日一大早，苏珊娜前来探望产妇，却发现房门紧锁。不远处的广场里人头攒动，她好奇地上前围观，只见产妇竟被关在笼子里，早已失去了生机。女巫猎人正在吹嘘自己的神勇。她昨晚路过村庄时，发现女巫正在哺育魔婴，于是义不容辞地除魔卫道。人群里，硬汉非但没有悲伤，反而一脸冷漠。若不是他把妻儿赶出家门，也不会酿出如此悲剧。他意味深长地看向苏珊娜，苏珊娜视线低敛，急忙拉着妹妹离开。然而女巫猎人还是找上了他，定然是被硬汉污蔑举报。苏珊娜被押到了广场，那些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此刻变得冷漠无比，生怕被引火烧身。苏珊娜一个个喊出他们的名字，诉说着她对村民们的帮助，这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。被点到名字的人羞愧地低头。女巫猎人见形势不妙，立即诱导众人。苏珊娜用的是巫术，而村民的苦难是恶魔制造的。女巫与恶魔结盟，愚弄世人。苏珊娜愤慨激昂的辩解，换来的却是村民的忘恩负义。在村民们的声讨和喝彩声中，苏珊娜被塞进了铁猪笼，等待今晚的行刑。入夜后，所有人前来围观苏珊娜的进猪笼，硬汉则趁乱掳走了苏珊娜的妹妹。当真是好算计，悲愤至极的苏珊娜信念崩塌了。她宁愿女巫猎人的诬陷是真的，自己就是撒旦的奴仆。
苏珊娜绝望的呐喊竟然得到了恶魔的回应，一阵诡异的狂风席卷小镇，村民们纷纷惊吓逃窜。火海中，一道由火焰组成的人形轮廓渐渐变得清晰，正是恶魔拉舍。女巫猎人十分敬业，他不退反进，临死也要拉上苏珊娜。不料胸前的钥匙项链突然死死缠住他的脖子，恶魔闲庭信步的经过，猎人断气后，项链竟神奇的出现在苏珊娜的身上。在恶魔的鼓励下，苏珊娜用钥匙打开了铁猪笼，看着被火海吞没的小镇，苏珊娜只感到畅快无比。这一刻，她真正成为恶魔的专属女巫，但代价是她的后世子孙需要帮恶魔完成一个古老的预言。这枚项链既象征着自由，也代表梅菲尔家族与恶魔的契约。罗恩作为第13代女巫，一出生便被恶魔选中，然而她却只想过平凡的生活，一心摆脱恶魔的纠缠。男友黑哥虽然看不到恶魔的存在，但他从罗恩的反常推测出恶魔就在房子里，可这里被设下了重重保护咒，恶魔不可能强闯进来。话到此处，黑哥注意到了罗恩胸前的项链，他猜测这枚项链便是承载恶魔的容器。当罗恩摘下项链时，恶魔果然消失了。黑哥准备把项链送到异能组织，仔细查阅恶魔的根脚。罗恩则找上了叔祖父克兰特梅菲尔家族的话事人，打探摆脱恶魔的办法。在他的一再恳求下，克兰特终于松口了。历史上第10任女巫曾把恶魔转送给了姐妹，见罗恩坚持，他当即联系家族的女巫操办。另一边，黑哥带着项链来到异能组织的安全屋，他摘下手套，把项链牢牢握在手心。他的意识进入了项链主人的记忆里。第1任女巫苏珊娜因为村民的忘恩负义，被女巫猎人抓住进猪笼。她绝望的呼唤得到了恶魔的回应。恶魔拉舍降临人间，明明这只是一段记忆，作为看客的黑哥竟然被拉舍招手击飞了。与此同时，梅菲尔家族的女巫们齐聚一堂，帮助罗恩转移恶魔。他们围成一圈，朗诵12任女巫的名字，随后用曲子历任先祖的骨头拼接成了娃娃施法。在罗恩的呼唤下，封闭的房间里掀起诡异的风，而蜡烛也齐齐熄灭。被围在中心的罗恩双眼翻白，所有女巫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等待恶魔的降临。罗恩的世界陷入了黑暗，满脸失落的恶魔出现在他身后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 All of this to be rid of me. 当黑暗退去后，罗恩突然感到喉咙有异物，那枚承载恶魔的项链竟然凭空出现在他的喉咙里。长老捡起项链后，依次检阅每一位女巫。罗恩的远房表妹泰莎被恶魔选中，在众人为之庆祝时，一旁的罗恩却有些怅然若失。即便解除了与恶魔的羁绊，他的超能力依旧存在。罗恩还不知道他此举害苦了男友黑哥。项链凭空消失后，黑哥的意识被困在了记忆中，一旁的同事对此无能为力。泰莎成为项链的主人后，恶魔却迟迟没有现身。为了证明自己得到恶魔的赏识，泰莎想要夺回被女巫猎人夺走的第12任女巫的心脏，也就是罗恩母亲的。原来入殓师也是猎人组织的一员。当泰莎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时，她紧紧攥住胸前的项链，呼唤恶魔的名字。然而拉舍却始终没有现身。泰莎不会明白，他只不过是恶魔为了让罗恩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而选中的工具人。小女巫泰莎被女巫猎人擒住后，女巫们设法营救，占卜师把鲜血泼在地图上施法，定位泰莎的下落。期间，家主克兰特小声询问罗恩恶魔拉舍的下落。他既没有去援救泰莎，也不在罗恩的身边。此刻拉舍正在记忆空间里戏弄工具人黑哥，他曾将两人故意困在城堡里，是为了让罗恩怀孕。如今木已成舟，黑哥这枚棋子也就彻底无用了。拉舍消失后，门外的光景被黑暗吞噬，记忆空间只剩下这间石屋。拉舍想把黑哥永远困在这里，但黑哥一想到罗恩腹中的孩子，激发了他的求生欲。他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：拉舍明明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自己，但却如此大费周章。或许死亡便是离开记忆空间的出路。黑哥就地取材，用浪荡草调制了一杯毒药。当他毒发身亡后，意识果然回到了现实世界。黑哥苏醒的同时，克兰特好似得到了风声，他立即联系了异能组织的首领老白，要他确保计划的顺利进行。 I'll take it from here. Sir, Rowan Mayfair's in trouble. 女巫猎人准备延续古法火烧泰莎，千钧一发之际，罗恩赶了过来。他发动意念杀人的超能力，被他盯上的猎人全都七窍流血而亡。慌乱之中，掉落的火把点燃了祭坛。罗恩因为分神被击中了肩膀，猎人们死的死，逃的逃。罗恩强忍着疼痛冲上祭坛，救下了表妹。表妹自知无法降服恶魔，便把项链还给了罗恩。就在此时，那个本已逃走的猎人竟然去而复返，一枪击中了泰莎的脖颈。怒火攻心的罗恩再一次戴上了象征契约的项链，他歇斯底里地呼唤恶魔。与此同时，黑哥被上司老白带到了桥上，见老白把车钥匙扔进了河里，黑哥惊怒交加，再不找到罗恩，他就会重新召唤拉舍。不料老白却称，这就是异能组织的目标，实现一个古老的预言。老白的能力是抹除记忆，所以他不介意告诉黑哥真相。原来罗恩的母亲是克兰特派人杀害的，老白则抹除了凶手的记忆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恶魔与罗恩签订契约。当老白准备消除黑哥的记忆时，黑哥却找到了漏洞，声称自己也是预言中的一部分。毕竟罗恩怀了他的孩子。 If you wipe me now, the prophecy won't be fulfilled. I won't know enough to do my part. 老白斟酌再三，没有抹除黑哥的记忆，担心弄巧成拙。另一边，罗恩为了帮表妹报仇，一路追杀进了森林。恶魔拉舍终于听从他的召唤，
当罗恩下达了追杀令后，恶魔凭空消失，找到了躲在木屋里的猎人。只见恶魔吹出一撮火苗，木屋瞬间被火海包围。罗恩翻白的双眼能连通恶魔的眼睛，欣赏猎人的死亡。由于罗恩失血过多，无法走出森林，拉舍引导他进入梦境第一任女巫的食物。在这里，拉舍传授了罗恩魔法的真谛。其实罗恩的超能力不只能杀人，而且还能救人。他全神贯注地盯着伤口，蓝光乍现后，鲜血凝固，细胞重组，眨眼间枪伤就痊愈了。罗恩无比欣喜，恶魔给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一撮火苗出现在罗恩的手心，这是拉舍曾施展过的火控术，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 All the elements I command are now yours too. You will do great things. 另一边，黑哥前去找克兰特对峙，却被克兰特的女儿乔乔告知父亲不在家。黑哥打着老白的旗号，进入了克兰特的书房，趁着四下无人，他摘下手套触摸书房里的物件，窥探克兰特的记忆。烟斗、相册、玩偶全都是普通的日常。此时，黑哥注意到了一张猫脸面具，上面的记忆简直震碎他的三观。当年罗恩母亲邂逅的情郎，竟然在中途被克兰特顶替了。他杀死男孩后，强奸了自己的侄女。罗恩的亲生父亲竟是他的叔祖父。克兰特之所以派人杀死侄女，是为了让罗恩继承恶魔。得知真相的乔乔对父亲失望透顶，他知道有一样东西能帮黑哥搞清楚那则古老的预言。乔乔取出了家族的珍宝，用12名女巫的遗骨打造的巫毒娃娃。当黑哥触摸娃娃后，看到了女巫们的记忆。原来恶魔与第一任女巫签订的契约，是在一代代女巫的骨骸之处，恶魔将以肉身降临人间，而第13代女巫便是他来到人间的入口。黑哥立即赶往梅菲尔家族的祖灵，历代女巫的下葬之地。梦境里，罗恩完全沉沦于恶魔的魅力。两人翻云覆雨之后，罗恩的肚子竟然瞬间隆起来了。恶魔也不见了身影，食物被黑暗吞噬。罗恩被迫推开一扇扇房门逃生，发现已故的12任女巫灵魂都被囚禁在这里。他们有人守着注定不会跳动的时钟，还有人循环往复的涂鸦。在这里，罗恩见到了他的母亲，母亲则告诉他，恶魔将被赋予肉身。 Where's he? He's with you already. The 13th witch is the doorway. 与此同时，现实世界中，昏迷的罗恩同样大了肚子。克兰特把他放置在祖灵的祭坛上，祭坛下面全都是女巫的哭。罗恩醒来后，第一代女巫苏珊娜的灵魂出现，帮助他接生。当魔婴诞生后，脸部竟然不停地蠕动，这是拉舍幻化万千的能力。在罗恩抱着孩子离开时，克兰特竟然拦住了去路。其实母女二人都是他与恶魔交易的牺牲品。身患癌症的他，在帮助恶魔降临人间后，得到了永生的恩赐。即便是罗恩的超能力，也无法伤害他。然而贪得无厌的克兰特竟然妄想控制恶魔。 殊不知，罗恩已经掌握了恶魔的所有力量。不等克兰特靠近，他就变成了一具石雕。I know what he knows. I know what you did to my mother. 与恶魔做交易，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克兰特的灭亡早就是恶魔算计好的。当罗恩走出祖灵后，撞见了匆匆来迟的黑哥。罗恩误认为黑哥是异能组织派来争夺孩子的，他心念一动，一道雷霆逼退了黑哥。黑哥百口莫辩，而且认为罗恩已经被恶魔迷惑了心智。You can't control him. You can't control me.